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李现、吴磊、王一博集体逃跑，顶流不卷了，开始玩命活。李现背上哈苏相机就往西藏跑了，吴磊踩着单车穿越零下30度的雪原，王一博挂在岩壁上跟地心引力较劲。你说这是人设？不像。你说这是摆拍？更不像。这帮人卸了妆，关了灯，扔了剧本，一个比一个像活的。当顶流们开始拼命往普通人的队伍里钻，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他们到底在逃什么？又在追什么？先说李现。2025年12月，他跟摄影博主 Links 跑去西藏山南库拉岗日，海拔4700米，全程13公里，素颜冲锋衣，啃自热米饭，睡帐篷，背上10公斤的摄影设备，走了3个多小时。被路人认出来，他张嘴就来：“我不叫李现，我只有35个粉丝。”网友笑疯了，说这是高情商糊弄学10级现场。可你细想，他全程没带助理，没搞精修，没发通稿，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走。他自己说过：“我主导我的工作和人生，想留时间给生活。”后来他又跑去挪威攀雪山，看极光，去印尼火山徒步。这哪是明星在营业，分明是个户外发烧友在过周末。再说吴磊，这哥们儿更狠，自己当导演拍了个骑行纪录片叫《岂有此理》。2022年第1季，乌兰布统雪原，零下30度冰河穿越，帐篷被风吹飞了，他照样睡。2023年第2季，新疆赛里木湖，2天骑完90公里，遇上雨雪冰雹，冷到表情失控还在蹬。2024年第3季直接冲火山口去了，全素颜出镜，单日骑程超100公里，皮肤晒出明显分层。这节目还被 CCTV6 认证成了纪录片栏目。他不是在体验生活，他是真把自己扔进了风里雨里。王一博呢？13岁学街舞，练了10多年，攀岩、赛车、滑雪、冲浪样样来。他在纪录片探索心境里反复抛绳练攀树，一练就是1小时。为了拿赛车执照，模拟器练了300多小时。珠海高温赛道上午休就靠椅子眯一会儿。攀岩给他练出了核心力量，赛车给他磨出了腰部稳定性，这些东西反过来又撑住了他在舞台上那些真极控制的舞蹈动作。你说他是在玩？他是在用命玩。你发现没有，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点，他们不再只活在通告和精修图里了，他们主动拥抱户外，拥抱那些不确定的、粗糙的、没有剧本的真实体验。爱好是充电而非消遣。有人可能觉得，明星搞这些不就是不务正业吗？恰恰相反。你想想，高强度连轴转的工作节奏，今天飞这儿，明天赶那儿，精神绷成一根弦。这时候摄影也好，骑行也好，攀岩也好，本质上是给自己找了个情绪出口，不用对着镜头笑，不用揣摩台词，不用管理表情，就专注的走，专注的骑，专注的爬。李现那条37分钟的徒步视频，现在见山海，没刻意煽情，只有雪山、湖泊和喘气声。网友说这是疲惫生活的治愈良药。他把摄影当成跟世界对话的方式，不是为了发社交媒体，是真的想记录。吴磊的骑行节目里有日出，有明信片，有跟陌生骑友的短暂交流，那种烟火气是棚里拍不出来的。王一博在岩壁上跟自己死磕的样子，跟他在舞台上一模一样，都是不相信我没办法完成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这种真实、自律、有生命力的形象，比完美人设管用多了。他不是表演热爱，他是真热爱。公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被包装的商品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会累会喘，
但还在往前走的人。这种示范效应可能比任何正面宣传都来得实在。去明星化不是放弃星光，是用更健康的方式让自己还能继续发光。卷王困境与生活失衡的警示。但话说回来，不是所有顶流都有这份闲情逸致。刘宇宁就是另一种活法。出道7年，唱了200多首影视 OST，2025年1年就干了40首，平均9天录完1首，还发了2张专辑、2张 EP， 跑了2轮巡演，近40首单曲收藏量破100万，让9天问询一个你长期霸榜。他不谈恋爱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档期排得满满当当，一心扑在事业上。网友叫他人体打歌机，说半个影视剧的主题曲都被他包圆了。肖战也差不多，拍完一部接一部，无缝衔接，跟刘宇宁堪称卷王本卷。你很难说这种模式不对，成绩摆在那儿，数据不骗人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个人爱好支撑的高强度输出，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。公众形象趋于单一，人也容易陷入职业倦怠。你看刘宇宁的产出曲线，从第1年14首到后来稳定20到30首，再到40首，这不是成长，这是消耗。当一个人的全部价值都绑定在产出上，他还有没有空间去做一个人？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是奢侈品，是必需品。娱乐圈这行当，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谁更能熬，而是谁还能熬得动。去明星化这股趋势，本质上可能就是对过度消耗的一种纠偏。提醒所有人，你的先活着，才能继续干活。粉丝共鸣：年轻人为何追捧鲜活而非完美？有意思的是，年轻粉丝对这种变化的反应不是反感，是追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想再仰望一个神了，他们想看到一个会在雪地里啃自热米饭的李现，一个被风吹的表情失控还在骑车的吴磊，一个在岩壁上跟自己较劲的王一博。这些画面让他们觉得原来他也是这样的。这种认同感比任何精修海报都来得猛烈。追星文化在变，从仰望神到陪伴人，粉丝不再满足于遥不可及的完美偶像，他们渴望看到有爱好、有情绪、会泪会笑的真实个体。李现被路人认出时那句“我只有35个粉丝”，吴磊在 TED 式演讲里讲骑行故事时的沉稳通透，王一博在纪录片里反复练攀树的执着，这些不完美的瞬间反而成了最打动人的东西。这跟 Z 世代的价值观是吻合的，真实、自在、不装。你不用端着，我也不用跪着，大家平视，挺好。所以你看，去明星化不是顶流们在降格，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跟年轻人对话的方式，用生活本身说话，而不是用通稿。你觉得明星培养个人爱好，到底是不务正业还是必要充电？